大家好，当2025年大年初一当我连发了3条内容，预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这部电影会登顶中国影史武侠片的冠军的时候，不少人还在观望，甚至还有很多人在各种诋毁、抹黑去打压票房。毕竟传统武侠片的荣光可以说早已经在市场浪潮中几经沉浮，但是如今我的这份预言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累计票房6.5亿，稳稳的拿下了中国影史这个武侠片票房的这个冠军。而且《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呢，覆盖了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刷新了华语武侠片的这个海外传播记录。它更入选了21世纪最具影响力华语电影。12月17号，也就是昨天，这个电影频道重播的时候，一度达到了 2.62% 的这个收视峰值，再次印证了这部电影的长尾热度。我觉得《侠之大者》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情怀杀，而是一次对这个武侠内核的怎么说呢，一个非常大胆的重构。它跳出了这种传统武侠片这种刀来剑去、这种快意恩仇的这种复仇的这种框架，把郭靖的这种成长线与止戈为武的这个信念进行了一个深度绑定。黄沙漫天的这个战场之上，郭靖不再是这个只懂挥刀的这种江湖侠客，而是这个心怀苍生、心怀大义的守护者。他的这个每一次出拳都不是为了这种个人恩怨，而是为了终结战争，去这个护佑这个黎民。我觉得这份反战思想的这个注入，让武侠片跳出了这种打打杀杀、快意恩仇的这种比较狭隘的这种格局，拥有了这种直击人心的现实重量。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被这个法国导演盛赞为承载着这种现实意义的和平理念，让东方武侠的这种精神内核跨越了五湖四海，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壁垒。肖战饰演的这个郭靖更是为这个角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肖战他的演绎，他没有刻意的去复刻过往版本的这种憨厚木讷而是演出了郭靖从青涩少年到一代大侠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蜕变的弧光，像是演出了那种笨拙里的执着，斗里的坚定，让这个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非常具象化的，可以让观众可以触摸到的一种信念。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种角色的塑造，让观众在郭靖的选择里看到了平凡人的伟大，也让这部电影有了穿透荧幕的这种极强的感染力。重播的高收视，全球的这种高覆盖，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武侠呢从未过时，过时的只是僵化的表达。《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这个成功，是传统与创新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双向奔赴，是东方精神与世界语境的一个完美契合。它证明了，当这个武侠片真正扎根于和平与苍生的土壤，就能长出跨越时代的参天大树，也能让华语武侠的光芒照亮更广阔的世界。说话算话，我为德贤景致再次贡献了8张票，请我东北的家人们呢去影院观影加上北京的2张共10张。好的电影呢，我是愿意为他买单的。最近主创们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的专访，德贤景致4个字远不只是一个片名。导演孔琛说，这既是工匠在作品上刻铭的坚守，更象征着千万普通百姓在绝境中爆发的精神。肖战的理解更触动我，他说德贤是战乱中对安宁的渴望，而景致则是普通人被逼到墙角后那种粗糙却坚韧的骨气。这份骨气呢，我们都看懂了。电影里角色们对家的执着令人动容，逃难背着祖宗牌位，临战前不忘锁门，甚至非要追回跑掉的猪。编剧蓝小龙解释，正是这些具体到骨子里的生活细节，让最后保家卫国的壮举变得无比可信。对谁要毁了咱们每天吃饭、睡觉、养猪、种菜的那个窝，咱们也得跟他们拼命，不是吗？我特别注意到肖战对穆德贤的理解，
他提到这个角色经历了3次失去，从南京到宜昌，再到歌止镇，每一次逃离都让家的概念更具体，也让守护的念头更坚决。为了成为那个像身边人的钳工，他不仅学习了南京话和钳工的手法，更是主动晒黑皮肤，素颜出镜，彻底丢掉了偶像包袱。他的这份投入和精准理解获得了导演和编剧的认可。孔笙导演说，这部电影拍的就是战争中老百姓的生存观，而莫德贤正是千万普通百姓的缩影。编剧蓝小龙则透露了一个让我瞬间泪目的幕后细节，就是有一场戏是肖战面对大山呐喊，而拍摄背景里远处就是今日宜昌安宁繁华的现代高楼。这一瞬的时空交错，仿佛在替电影说话。今日的每一缕炊烟，都是当年那些莫德贤们用不这样了的怒吼换来的。这部电影的成绩呢，截至到12月14日，票房已经突破3亿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当天，影片票房实现了近 70% 的逆跌。这不仅仅是数据啊，这代表着无数观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选择用这些方式铭记历史。官媒比如说央视新闻也举办了观影团活动，影片获得了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的高分认可。这充分说明啊，真诚的作品只有千钧之力。所以呢，请家人们看这场电影，我觉得很值。5个日本兵就能把几百号中国人押赴刑场，3个日本兵就能扬言在20分钟内屠掉一个村。这个电影的剧情设定为什么是这样的？《德川景治》大家都看了吗？我作为一个买票的时候连剧名是啥意思的都不知道的人，我要为我看剧过程当中的3个刻板印象道歉。尤其最后一个，我感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你也有。刻板印象1，奶油小生演糙汉，博流量的吧？是为了保证自个儿的电影票房吧？我没有看过肖战的剧，在我印象当中，肖战就是那种白白嫩嫩的奶油小生，古风男主，我对这样的演员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这个电影当中，甭管是从他的妆造还是他的演技，都担得起男主的这个分量。尤其是他跟3个日本兵对戏的那一段，就是他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面对日本兵的那种极度的恐惧，通过他的眼神包括肢体动作表达的淋漓尽致。然后就是好几次从他的眼睛里边不经意流下的那个眼泪，真的太细腻了。对演员的演技有要求的观众放心去看。刻板印象2，3个日本兵就敢屠村，那个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真的是太愚昧太懦弱了。我看过很多的抗战片，包括我也看过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我都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为什么3几个日本兵拿着枪就能把几百号中国老百姓押赴刑场，我不理解。但是这部电影它没有热血青年，它也没有歌颂崇高的革命理想，它就是让观众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视角去带入到当时的那段历史。我看到他们在宜昌的家被炮火炸毁之后，不得已又背上所有的家当再次转移，然后终于在歌止镇落脚的时候，就那一刻中国人对于家的执念深深的共情了。中国人就是想要图个安稳，他们就想要过个安稳日子。而且我感觉就是抗战初期老百姓不抵抗跟我们的文明是有关系的，咱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卫手里的农具是用来耕种的，不是用来杀人的。军国主义培养的那个战争机器不一样，他狠起来连自个儿都杀。电影里好几个镜头，村民拿着农具，他不敢上，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觉得中国人就是全世界最爱好和平的一个民族，我们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称为是上上策，是大智慧。我们追求的是在不伤害任何性命的情况下和平把事情解决。就躲在地道里面的父子俩终于把一个日本兵反杀的时候，我反正是感觉大快人心。但是呢，这父子俩没有任何胜利的喜悦，尤其老火铳说了一句话，那炮筒都抵你跟前了，你往前凑啥呀？这是懦弱吗？这是愚昧吗？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温良。再说刻板印象3，老弱妇孺就是来添乱的。在莫德贤跟他的老婆夏承说，你带着老爷子还有儿子一起躲到地窖里面的时候，我就寻思你们可千万躲好了，千万别出来添乱了。然后老爷子跑了，夏承出去找，我就想这不就是来添乱的吗？但是我马上就打脸了。在莫德贤觉得营救儿子无望的时候，夏承以瘦弱的身影跑过来，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住了儿子。这个时候女性的力量在抗日战争当中具象化出来。编剧和导演在这部抗战片当中，他没有再把女性刻画成为一个被保护的对象，他没有再拿女性的苦难去催化观众的那个情绪。我特别喜欢这一段的设计。我作为一个女性能有这样的刻板印象，我也觉得特别丢脸。然后说到这个老爷子，所有人听到日本兵来了都是害怕逃，但这个老爷子听见日本兵来了异常的兴奋。打他出场我就觉得这老爷子疯疯癫癫的，这块肯定是有问题。但是直到他跟尹正饰演的日本兵说了一句话，说这几年我除了想死了的人，我最想的就是你们，我才忽然明白，
虽然一把岁数了，但是他每时每刻都记得他要报仇。我感觉这个地方的老爷子应该就是一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日本人以为他们马上要把我们亡国灭种的时候，我们凭着最后一口气儿把他赶了出去。这个电影算得上是我近几年看过的题材最新颖的一个电影，就是它这种黑色幽默让我一开始坐在电影院里不知道自个儿该不该笑，我怕我掉功德。但是推荐大家都去看一看，你可以领着孩子去看，完全没有问题。